在过去几年的疯狂房地产市场中，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房产神话，如今彻底破灭了。从一线城市到3、4线城市，房价一路暴跌，有的甚至一天一个价。急于变现的房主纷纷以低于参考价大幅让利，但依然寻不到买家。开发商绞尽脑汁推出买一送一等前所未有的优惠，也难救市。近期数据显示，清明节假期期间，重点20城新房销售面积较去年同期下降31%，各县城市新房日均成交量均呈现大幅下滑。而在一向被视为房地产香饽饽的深圳二手房市场，3月网签量虽创下近3年新高，但成交价格却有 81.4% 低于参考价，显示出严重的买家观望情绪。业内人士悲观地指出，几乎一天一个价，瀑布式的下跌，这种房价暴跌不仅不会是最后一轮，恐怕这一轮过去后，爆雷的就不只是地产商了，而是银行了。2022年开始，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，中国当局一直力推各种稳市措施，但收效甚微。从2023年开始，各地房企更是纷纷出台前所未有的优惠措施，希望刺激销量。这种情况下，北京楼市也未能幸免于难。数据显示，本周4月1日至4月7日，北京新建商品房网签数量环比下降 52%， 二手房网签量更是下降 57%。如此惨淡的成交数据，无疑印证了这个曾经火爆异常的一线城市楼市正在陷入深深的低谷。令人瞩目的是，在这个艰难时刻，不少房企竟然推出了买一送一等极为罕见的优惠活动。位于北京通州的招商璀璨公园项目，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就推出了这种买一送一的活动，引起了不少关注。根据了解，该项目推出的是买77平方米两居室，送108平方米烟台海景房的优惠方案。销售人员解释说，之所以要推出这样的优惠，是因为77平方米的户型本来就不太好卖。可见，即便是在北京这个一线城市，楼市也已经严重内卷，房企不得不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来刺激销售。不过，网民们对这种买一送一的营销手法并不买账。有人直言海景房真的不值钱啊，认为装修几年就烂了，没人住烂得更快。还有人直言这是一个大坑，认为房地产是最大的奸商。从数据上看，这种极端优惠措施的确没有太大作用。据了解，在今年清明节假期期间，重点20个城市的新房销售面积较2022年同期下降了 31%。可见，即便房企不惜大幅优惠，但消费者的购买力依然大幅下降。在深圳这个曾经火爆异常的一线城市，二手房市场的景象让人不寒而栗。3月，该市二手房录得5196套，环比增长 116.6%， 但成交价却有 81.4% 低于参考价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这意味着绝大部分卖家不得不以极低价抛售，以换取成交。不仅如此，二手房挂牌价格也在持续小幅下跌，3月底已下跌 8%， 而挂牌量也在不断增加，4月1日达到58122套，环比增长 8.1%。这显示出购房者依然观望，市场供给远远大于需求。对此，深圳房地产中介协会指出，当前大部分业主主动让价，成交价格低于参考价已成常态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高企房价后，深圳楼市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降价潮。可以说，在过去几年的房地产疯狂中，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房产神话正在土崩瓦解。从一线城市到3、4线城市，房价一路暴跌，有的甚至一天一个价。令人担忧的是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下滑，银行业也有陷入暴雷的危险。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。知名财经博主悲观地表示，
大家都以为中国房地产快触底的时候，没想到新一轮房地产的暴跌又开始了。一线城市下跌，二线城市暴跌，三线及以下城市连出价的人都没有了，几乎一天一个价，瀑布式的下跌。救市政策却还在挤牙膏。本轮过后，恐怕暴雷的就不只是地产商了，而是银行了。现实确实如此。中国权威机构中指院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清明节假期期间，重点20城新房销售面积较去年同期下降31%，各县城市的新房日均成交量均下降，这让当局的稳房价政策再次落空。对此，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女士表示，从房地产市场表现来看，今年清明假期期间，部分城市在前期政策优化下，市场热度略有回升，核心区项目到访量较节前有所增长，但整体看，客户仍存在观望情绪。可以说，在诸多救市政策的实施下，楼市仍难言复苏，短期内去库存之路任重道远。据了解，截至2023年底，中国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约53.7万亿元，占全部贷款的24.85%。而曾经是房地产市场的主导力量的一、二线城市，房价最近一轮的暴跌更是令人担忧。以深圳为例，3月该市二手房成交价有81.4%低于参考价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意味着大量业主不得不低价抛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低价抛售不仅发生在深圳，在全国多数城市都出现类似情况。这不禁让人担心，如果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，将会对银行造成巨大冲击。一旦大量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无法偿还贷款，银行就有被拖垮的风险。此前，中国国务院曾出台多项措施，试图缓解房地产行业的危机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业内人士指出，这次房地产暴跌恐怕不会是最后一轮，未来银行业暴雷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。消费者购房意愿下降的背后，其实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。就业环境的恶化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。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，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。从清明假期的销售数据来看，即便是房企不惜采取买一送一等极端手段，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依然难以点燃。这说明，当前楼市的问题并非单纯的供给和需求失衡造成的，相反，更多的是源自就业和消费信心的总体下滑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仅凭房企的营销手段，恐怕很难从根本上扭转整个行业的低迷局面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有57.3%的白领担心自己会失业，这一比例不仅高于2023年的47.3%，也高于2022年的39.8%。在就业前景如此暗淡的情况下，普通百姓哪里还有心思和钱来买房呢？失业潮无疑会进一步打击购房意愿，加剧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。因此，想要真正拯救陷入低谷的中国楼市，政府恐怕需要从就业、经济等更广泛的层面着手。只有消费者的整体生活环境得到改善，他们才会重拾对房地产的信心，楼市才能真正走出寒冬。但遗憾的是，当前的就业和经济形势并不乐观。尽管政府不断推出刺激政策，但这些措施往往治标不治本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再加上房地产行业自身的深层次矛盾，包括企业债务压力、库存过高等，更是加剧了整个行业的低迷局面。可见，这场楼市风暴并非短期可以度过的。可以说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正在引发连锁反应，对整个经济产生深远影响。这场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浩劫，恐怕才刚刚开始。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，房价下跌的势头都难以遏制。在就业环境和消费信心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，楼市的未来前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。
这场席卷中国楼市的风暴还远未结束。